罗斯福接手了一个连上帝看了都要摇头的美国。1933年的美国作为当时第一工业大国，没天灾也没外星人入侵，老百姓却像集体中了邪，满头大汗的在自家后院挖坑，把一辈子的积蓄死死塞进白铁罐和破木箱里。市面上的真金白银被抽干了，逼得几个南方大城市只能尴尬的拿木头牌子充当零钱发工资。在罗斯福权力交接的4个月里，老系统管理员胡佛即将卷铺盖走人，而新管理员罗斯福还没拿到机房的钥匙。胡佛死抱着一本古典自由市场操作手册，看着几千家银行像纸糊的城墙一样连环垮塌，依然咬着后槽牙坚持必须等富人赚够了，财富自然会漏给穷人，经济自然会修复。而接盘侠罗斯福其实他的很多经济学常识甚至都是跟人聊天时临时补课补来的，但他有一项那些只会算账的理科生永远学不会的绝活，他懂老百姓要怎样才能活下去。面对那些嚷嚷着不要干预市场，让自然规律发挥作用的冷血经济学家，罗斯福只告诉他们，你们都知道的，人民并不是牲口。你们在黑板上画的那些冰冷的经济周期曲线，你们嘴里喊着的市场出清，在物理现实中代表的是成千上万个会因为买不起面包的家庭。罗斯福接手的是一个正在疯狂失血的火药库，当时不仅老百姓在排队取钱，那些顶级的国际炒家和财阀正雇着装甲车把成吨的黄金运往海外。面对这种系统级的崩塌，罗斯福没开会没扯皮，上任第2天，也就是1933年3月5日，宣布全国银行大休假，所有卷帘门拉下，所有交易冻结。你不是要挤兑吗？你不是要把黄金一箱箱运出海吗？我直接把全美金融的网线给拔了。同时谁敢私藏或偷运黄金，直接罚款1万美金或进去蹲10年大牢。但断电只能争取4天，4天后银行金库依然是空的，拿什么发给排队的储户？财政部里的人熬红了眼，终于憋出了一个神级补丁——紧急银行法。罗斯福没有选择凭空印假钞，而是搞了一手极其精妙的数字对冲。你银行没现金了是吧？把你手里那些暂时收不回来的优质农场贷款和企业欠条拿过来做抵押，国家照着单子给你印发全新的联邦储备钞票。这一招瞬间把银行手里那一堆死资产变成了活生生的现金流。钱印出来了，但最要命的问题来了，老百姓凭什么把钱存回这个刚骗过他们的系统？罗斯福明白，要想重建信任底座，必须关起门打狗，而且要打给全国老百姓看。一场名为佩克拉听证会的公开审判开始了。全美最大银行的掌门人被称为魔术师的查尔斯·米切尔被按在案板上强制查账。老百姓惊愕地发现，当他们在失业救济队伍里饿得眼冒金星时，这位拿着他们存款去股市里疯狂加杠杆的大神竟然在玩一套极其下作的避税把戏。他故意以亏本的超低价把股票卖给自己的老婆孩子，用来抵扣当年的所得税，等风头过了，第2年再按中原价买回来。那些曾经戴着高顶丝绸礼帽被老百姓当神仙供着的银行大亨，瞬间沦为了街头巷尾的笑柄和老鼠过街。罗斯福兑现了他上台前的承诺，必须把真相还给老百姓。正所谓趁你病必须要你命。于是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出场，主要内容就是强制分家，存老百姓救命钱的商业银行和拿钱去赌场赌博的投资银行必须从物理上彻底隔离。谁敢越界直接法办，顺手还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给储户的钱袋子加上了防弹衣。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当时的银行在法律上被禁止直接从事证券业务，然而他们找到了一条完美的后门——银行家信托和证券附属公司。这是当时最普遍也最致命的操作模式。一家银行，比如摩根，会成立一个独立的证券子公司，然后母银行会向这个子公司提供大量低息的用储户存款做抵押的贷款。这个子公司拿到这些零成本的资金，便大举杀入火热的股市，进行承销、包销，甚至用客户的保证金进行高杠杆的自营交易，为自己账户买卖证券。当市场上涨时，所有参与者都赚得盆满钵满，银行家们获得了丰厚的佣金和利润，股东们享受着股价飙升的快感，而储户们则天真的以为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正安安稳稳地产生着利息。整个系统被一个巨大的、不透明的、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所绑定。1929年10月的股灾，当股市崩盘，银行投在证券上的钱血本无归。更可怕的是，由于市场暴跌，他们无法出售资产来回笼资金，为了弥补损失，银行开始收回对证券子公司的贷款，这导致证券子公司被迫抛售资产，进一步压低价格，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储户们因恐慌而开始挤兑，要求提取现金。银行这个经济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停止了工作，企业无法获得贷款，无法支付工资，生产停滞。一个建立在债务和信用之上的繁荣世界，在几周之内就因为用储户的钱去赌博这一核心原罪而土崩瓦解。所以罗斯福必须拿他们开刀。这部法案的深刻之处不在于它的技术性细节，而是将经济活动划分为2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第一领域是公共事业般的储蓄银行，它的功能是吸收社会零散资金，并将其引导至实体经济，如农业、制造业、住房建设。这是一个关乎社会稳定、家庭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服务，因此它必须是保守的、安全的、受监管的。它的利润来自于服务费和利差，而非资本利得。第二领域是私人俱乐部般的投资银行，它的功能是撮合资本与机会，为企业融资、承担风险并寻求高额回报。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创新和冒险的领域。它的参与者应该是成熟的、知情的、自担风险的投资者。隔绝这两个物种之后，罗斯福还要搞一个联邦存款保险，这是给美国老百姓的一颗定心丸。他用政府信用为个人存款做背书，即便银行倒闭，普通人的积蓄也不会化为乌有。从此，银行的稳定性不再仅仅依赖于其自身的资产质量，更依赖于一个由政府背书的、由所有健康银行共同出资的保险基金。在接下来的近70年里，这道墙有效地运作着。虽然金融业失去了部分活力，但其稳定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但往后这道墙也出现了裂缝，不过这是后话。金融主板止血了，华尔街大佬也挨了刀子。但如果老百姓还是处于受惊吓的应激状态，再完美的政策代码也会在执行端卡死。面对大街上那些排队等施舍的千万失业大军，罗斯福打出了他最强悍的2张牌：降维沟通与国家级包工队。1933年3月12日，星期天，他的第二天也就是周一，休假结束的银行大门必须重新敞开。如果老百姓明天早晨依然提着麻袋去砸门取钱，那前几天印的钞票根本不够赔，系统将遭遇2次宕机，彻底死绝。罗斯福没有搞全副武装的街头巡逻，而是拿起当时最重要的武器——收音机。他让人在白宫的壁炉旁架起麦克风，以一种几乎是拉家常的温和语调，向全美6000万听众拉家常。他没用任何高深莫测的经济学术语，而是用极其大白话的客观事实解释了银行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政府新印的钱是有担保的。他告诉大家，把你们的钱存回重新开业的银行里，绝对比塞在自家的床垫底下安全。第二天，奇迹发生，成群结队的老百姓不仅没有挤兑，反而抱着自家的白铁罐和旧皮箱，把钱重新塞回了银行柜台。所以美国老百姓当时是需要一个会说人话的总统。金融系统开始重新读条，但大街上还有1500万失业者。起初，联邦紧急救济署就是搭个棚子施舍热汤和面包就行了。但负责人霍普金斯和罗斯福很快发现了一个极其违背人性的致命缺陷：长期的无偿施舍会彻底摧毁一个劳动者的自尊心，把他们变成丧失生存技能的废人。于是，一种表面看极其折腾，甚至被反对派嘲笑为花钱找事做的模式开始了。罗斯福成立了民用工程署，几周内就雇佣了约400万人。政府不仅发钱，还给你硬编出活来干，去修补破烂的校舍，去公园扫落叶，去挖下水道，甚至去十字路口数汽车。当时反对派表示，政府雇人挖坑填坑，不如让他们在家休息，等市场恢复。这样用人需要庞大的行政体系来管理项目和发放工资。但罗斯福表示，市场恢复遥遥无期，等不起。于是那些拿到工资的百姓们干的第一件事是冲进理发店，极其郑重地洗个头、理个发。当一个落魄的父亲用自己扫落叶换来的钱给孩子买回面包时，他的自尊心被重新激活了。罗斯福很明白，此时老百姓的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当然，扫树叶和数汽车只能管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救不活一个以重工业为骨架的超级大国。在资本家全体装死、不敢投资的寒冬里，罗斯福掏出了新政中最重磅的武器——公共工程署，简称 PWA。后来 PWA 资助了超过34000个独立项目，建成2万多套公共住房、数百座学校、法院、医院、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纽约3区大桥。这套动作在客观物理世界引发了极其凶悍的连锁反应。政府要修桥，就必须下海量的钢铁和水泥订单。水泥窑炉一被点燃，钢铁厂的机器一转，就必须大规模招募工人。工人们一拿到工资，就得去买皮鞋、下馆子。原本死气沉沉的消费市场，瞬间就被这股由政府砸出来的赤子活水给冲开了。到这里，从平息挤兑、保住老百姓饭碗，再到强行拉动重工业齿轮，似乎该收手了。但开工没有回头箭，以上搞那么多工程，你以为不用钱，简直跟撒钱没区别。罗斯福自然不可能凭空制造财富。于是1933年4月5日，罗斯福签署了6102号行政令，简单的来说就是黄金收缴令。除少量首饰和牙科用金外，所有美国公民、企业持有的金币、金条、黄金券等，一律禁止私人持有，必须在同年5月1日前上缴至指定的联邦储备银行或成员银行。官方统一按每盎司20.67美元的固定价格收购，谁有意见我就请谁去喝茶。于是收金运动大幅度展开。收上来之后，1934年1月，国会通过黄金储备法，将黄金的官方价格从20.67美元一盎司一举提高到35美元一盎司。全美富豪们是在滴血，财富缩水近70%，这相当于政府用法律强制完成了一次财富的再分配。然而这只是新政的9牛1毛，下去我们再继续了解新政的骚操作。罗斯福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